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城隍爷，顺便说说那些有名的城隍爷，还有他们待的地方。城隍爷这事儿可有意思了。城隍爷啊，说白了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地方官，专门管着一座城的平安和秩序。你想啊，古代的时候交通没现在这么方便，信息传递也慢，老百姓要是遇到啥难事儿，总得有个能管事儿的人吧。城隍爷就是大家心里的守护神。城隍爷的职责可不少啊，他得保佑城里的人平平安安、风调雨顺。要是遇到啥灾祸，比如火灾、水灾什么的，城隍爷还得帮忙化解。而且他还得管着那些不老实的人，让坏人不敢作恶。简单来说，城隍爷就是一座城的守护者，老百姓心里的靠山。城隍爷的办公地点就是城隍庙了。这城隍庙啊，可不简单，它是一座城的精神中心，老百姓有啥事儿呢，都会来这儿祈求保佑。城隍庙的规模也因城市大小而不同，大城市里的城隍庙那可是金碧辉煌、香火旺盛，小地方的城隍庙虽然规模小点儿，但也是老百姓心里的圣地。城隍庙里，城隍爷的塑像特别威严，他穿着官袍，坐在大堂上，旁边还有判官、小鬼之类的，看起来特别有气势。老百姓来这儿呢，都会诚心诚意地拜一拜，希望城隍爷能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。别以为城隍爷都是虚的，好多地方的城隍爷都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。这些人物啊，要么是当地的英雄，要么是为百姓做过好事的官员。我们来聊聊几个有名的城隍爷。上海城隍庙里供奉的是秦玉伯，秦玉伯是秦观的8世孙。秦观就是那个写出两秦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大文豪。秦玉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是个特别正直的人，老百姓特别信服他。他死后，上海人就把他当成了城隍爷，希望他能继续保佑上海。北京城隍庙里供奉的是杨娇山，杨娇山是明朝的忠臣，因为弹劾奸臣严嵩被陷害致死。他死后，老百姓特别怀念他，觉得他是个大英雄，就把他当成了北京的城隍爷。北京的城隍庙里，杨娇山的塑像特别威严，老百姓来这儿祈求保佑，都觉得特别安心。福州城隍庙里供奉的是陈文龙，陈文龙是南宋末年的抗元英雄。当时元军入侵，陈文龙带领福州军民奋勇抵抗，最后壮烈牺牲，